想到江爷爷在照顾爱宝和乐宝之前，工作这么杂，不仅动物园的任何动物，江爷爷都照顾过，就连动物讲解员的工作，江爷爷也干过。这天，有韩国艺人团队来到动物园，而江爷爷这个时候正干着动物解说员的工作，刚好是江爷爷接待了他们。江爷爷给其安排上车后，在开车前还兴奋地带着其喊了个口号，而且还用的是中文。하나 둘 셋 하면 출발！네， 하나 둘 셋 출발！没想到江爷爷在早年间就拥有这么强的综艺细胞了。口号喊完，江爷爷发动他的小车，以每小时5迈的速度行驶在路上。江爷爷一边开车，一边尽职尽责地为嘉宾们讲解着沿路的风景以及建筑。虽然江爷爷一个镜头也没有，但却在映控全场。当嘉宾们第一次见到骆驼时，江爷爷停车让嘉宾们投喂。江爷爷像哄小孩一般带其玩耍着。看过骆驼后，又来到了大象馆前。这时的大象们还没有竹子吃，而此时的大象也不知道，等再过2年，自己的食谱里面会多一项竹子。没想到江爷爷开的车还能水陆两栖，可以让嘉宾体验在水上漂的感觉。不过这长颈鹿群里为什么会有一头驴呢？江爷爷开玩笑地表示，这是动漫电影《怪物史莱克》里面的那头驴。一会儿嘉宾们又看到了斑马，江爷爷像哄福宝一样哄着嘉宾问斑马有几条花纹。江爷爷做动物饲养员的经历可真是丰富啊！不知道要是再给江爷爷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会不会在动物园提议派自己照顾大熊猫时选择拒绝？命运使然，如果江爷爷当初不选择去照顾大熊猫，或许江爷爷的生活会平淡中带着一些美好，每天可以按时下班回家陪自己的老婆和孩子。但相对的，江爷爷选择了照顾大熊猫，以江爷爷现在的名气，似乎也可以和这些嘉宾们一样，出门有人拍照，像爱豆一样了。但与之带来的就是每天的忙碌和没空回家陪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甚至自己能够清晰地记得福宝出生的日子以及具体时间，但是对于自己孩子的出生时间却无法做到毫不犹豫地直接说出来。而对于宝家来说，能遇到江爷爷是幸运的，而且除了2个爷爷以外，还有许多的宝家粉丝陪伴在其左右，这让宝家的旅韩生活是幸福且快乐的。下班点到了，而福宝此时还在树上睡觉，看着福宝忧郁的小眼神，可能是在梦里遇见了妈妈吧。宋爷爷看着福宝的情绪不高，给福宝带来了胡萝卜。宋爷爷看福宝情绪还是没有很大的变化，咬住胡萝卜后一直不吃。宋爷爷假装伸手去拿，福宝紧紧咬住，就是不给爷爷。看来福宝心里确实装有心事。之后福宝回过神来，乖乖坐在树上吃胡萝卜，宋爷爷则在下面为福宝打扫吃剩下的竹子。宋爷爷打扫完竹子再回来时，福宝还是趴在树上没有下来，嘴里还在回味着刚才胡萝卜的味道。宋爷爷走到福宝身旁，又喂给福宝一块胡萝卜，结果这个胡萝卜还没吃到嘴里便掉了下去，但福宝一直懒洋洋的趴在树上不想下来，宋爷爷便坐在下面的秋千上陪着福宝。之后宋爷爷试图用胡萝卜吸引福宝下来，结果福宝只是挪了挪位置，坐在了宋爷爷的头上。宋爷爷怕福宝在上面答辩，便换了个地方。而这时的福宝看宋爷爷走远了，便一点一点的从树上挪了下来，然后向宋爷爷走去。当看到宋爷爷手上的胡萝卜后，一个箭步冲了过去。宋爷爷本想带福宝直接回家，没想到福宝又躺了下来。不管宋爷爷怎么揉搓，福宝就是不想起来了，就想在亭子上趴着。宋爷爷拉都拉不起来。宋爷爷揉捏着福宝，福宝反而感觉很舒服，换个姿势继续躺着，就是没有要起的意思。直到宋爷爷和福宝都玩够了，一熊一人这才想起来回家。福宝正慢慢悠悠地靠近爱宝，爱宝转头就给福宝吓了一跳，吓得福宝直接把头埋了起来。但是福宝可是不会吃亏的，有仇必报。福宝先是爬到树上休息了一会儿，就在爱宝晒着太阳挠痒时，福宝从后面偷偷走了过来，趁爱宝不注意拍了爱宝一下，给爱宝吓了一跳。福宝复仇成功之后，福宝就一直黏着爱宝，甚至在爱宝喝水时啃咬爱宝身上的毛。爱宝睡觉时，福宝也要跟着睡觉，而且还要和妈妈保持一样的睡觉姿势。回到房间后，福宝走来黏着爱宝，惨遭爱宝嫌弃，爱宝甚至还想用脚将他踢开。这时爱宝换了方向，福宝急忙掉头跟上妈妈，一会又挡着爱宝吃饭了。爱宝直接一巴掌将福宝拍开。而福宝也有乖巧的时候，那就是饿了趴到爱宝身边吃奶时一动不动，安安静静。但爱宝每次喂完奶就会变得很疲惫，爷爷们每次看到爱宝这个样子都很心疼，所以当时在爱宝和福宝没有分开时，为了给爱宝补充营养，都会额外给他喂食除了竹子的其他营养食品，像爱宝最喜欢吃的胡萝卜和窝头等。而一旁的乐宝
就显得轻松了很多，没有福宝在身边的腻歪，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玩。江爷爷正在播撒草种，为福宝和爱宝的场地做绿化，在江爷爷的细心照料下，1个月后，小草都开始发芽了。之后，江爷爷会将这整片空地全都种上小草，使其形成绿草如茵的感觉，这样福宝和爱宝在玩耍时会更舒服一些。忙碌完后，江爷爷来到房间为爱宝测量体温，当然也少不了每次的小零食。现在的爱宝特别喜欢南瓜配苹果一起吃，但是单独吃南瓜时，爱宝扭头就走。江爷爷除了每天按时给熊猫们量体温外，还要检查它们的粪便情况。虽然福宝小，但是答辩量一点也不比爸爸妈妈的少。一系列都检查完后，江爷爷来到厨房为福宝一家制作他们最爱吃的窝头。江爷爷将制作好的窝头放入锅中开始蒸，一锅窝头大概要蒸4个小时。趁着窝头还没熟，江爷爷来到房间看福宝。此时的福宝正在呼呼大睡，而乐宝这时正在小便。乐宝变得有点不像从前，因为以前的乐宝上厕所在室外和室内之间总会先选择室外。4个小时过去，窝头熟了，江爷爷先拿给了福宝，让他进行品尝。江爷爷果然还是最疼爱他的福宝孙女。早上，江爷爷正在为园区打扫卫生，而福宝正坐在高高的枝头看着爷爷，有种老板视察员工工作的既视感。视察完工作的福宝爬下来找爱宝玩，结果一个转圈没抓住，摔了下来。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摔下来的福宝突然发现了一块还没有融化的冰。福宝最喜欢玩这种冰冰凉凉的东西，将冰捡起来后，自己就这样坐在角落安静的玩着。别说，就这样安安静静不调皮的福宝真的很讨人喜欢，但是冰块太小，很快就碎了。没得玩后，福宝又跑来折腾爱宝，结果倒霉的福宝一个没站稳，又摔了下去。摔倒后的福宝跑来妈妈身边寻求安慰，但此时的爱宝并不是很想理福宝。没想到调皮的福宝还记仇，在树上观察了一下爱宝，发现爱宝正在睡觉。福宝悄悄来到爱宝身边，先是在爱宝身边转了一圈，之后撅起屁股在爱宝头上蹭了起来。这还没完，在爱宝头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后，又一屁股坐在了爱宝的脸上，一下子让爱宝醒了过来。但此时的爱宝并不知道福宝对他做过什么，只是以为福宝是调皮，不小心碰了自己一下。爱宝醒后来到饮水处喝水，谁成想福宝又偷偷走到爱宝身后，吓了他一跳。果然古灵精怪的福宝从来不会踏实过完一天。福宝的一天是什么样的？早上天还没亮，宋爷爷便来到房间查看福宝的情况。此时的福宝正躺在榴莲堆里睡觉，不过听到宋爷爷叫他的声音，很快便醒了过来。之后宋爷爷将采血台进行安装，福宝听到声音后主动走了过来，自己调整好位置，乖乖的将手伸了出来，像是一个懂事的小孩。之后宋爷爷用苹果诱引福宝站起来，先看一下福宝的四肢有没有问题。检查完四肢后，宋爷爷在一侧用水果吸引福宝的注意力，旁边的饲养员对福宝进行检查测量。这个过程中，福宝一直都很乖，没有调皮。检测完后，宋爷爷又为福宝拿来了新鲜的竹子，让福宝乖乖进食。而宋爷爷来到旁边的房间，为福宝清理昨晚产生的垃圾。清理完后，福宝来到干净的房间，宋爷爷则再去将另一个房间进行清理。当宋爷爷回来时，福宝又爬到床下睡了起来。福宝在床下面睡觉的这个习惯，还要怪爱宝在福宝小时候喜欢抢他的床说起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之前的作品。当福宝醒了时，宋爷爷再次回来查看，发现床上和地上又多了几坨榴莲。福宝一边吃着竹子，一边爬上了布满榴莲的床。不爱干净的这一点，一点也不像乐宝。乐宝的好习惯，福宝是一点都没有遗传上。调皮、挑食、爱玩，反倒是一点也没落下。吃完饭休息完，福宝便出门上班了。之后便是社熊的一天，从上班开始就想着下班。这便是福宝的一天了。今天是福宝出生的第4个百天，江爷爷特意为福宝制作了向日葵花束，想看看福宝会有什么反应。而此时的福宝看到爷爷后，正在奋力的想办法从树上下来，下到一半时还对这棵树依依不舍，在上面做起了标记。江爷爷走到福宝身边，将花递给他。福宝浅浅闻了一下，转头看向江爷爷。看来江爷爷和向日葵花比起来，福宝更喜欢江爷爷。看福宝躺在江爷爷身边的样子，安逸得很。不过到了下班点，福宝又不想回家了，只想待在外面玩。而爱宝已经乖乖往家走了，而福宝则是想一直黏着江爷爷，不想离开。还好这个阶段的福宝，江爷爷还能抱得起来。江爷爷一个熊抱就将福宝提溜了回去。但就在进门时，福宝居然想要逃跑，还好江爷爷反应快，一下抓住了福宝的后脖领子，这才没让他得逞。最后江爷爷连拉带拽，才将福宝弄了回去。回到家后，又折腾上了爱宝，一会儿给爱宝折腾累了，爱宝趴在床上休息，而福宝则凑近爱宝，趴在了地下。别说，母女俩的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。福宝这时正处于培养他独立的第3个阶段，由于太长时间没有见到妈妈爱宝，福宝趴在冰床上休息时，依稀听到了妈妈的声音。福宝急忙跑到门口查看，
以为妈妈要进来了。可福宝乖乖等了一段时间后，门并没有开。看着福宝离开的背影，多少有些失落。这时的福宝只能自己在园区里玩耍，但每次听到妈妈的声音，福宝都会急忙跑到门口去守着，甚至有时思念太重，面对鲜嫩的竹子，福宝都没有了胃口。而这个阶段，好在爷爷们还能进入园区看看他。宋爷爷走来安慰了一下福宝后，便又迅速离开。而福宝不想宋爷爷离开，急忙追了过去，但还是没有赶上宋爷爷关门的速度。福宝呆呆地看着门口，这时的福宝也没有了以往的调皮，不再去破坏爷爷种的小花小草，而是经常守在门口听妈妈路过的声音。福宝猜想，只要我乖乖听话，妈妈就会出现吧。而开朗乐观的福宝也会给自己找些事情做，或者趴在树上想妈妈想到睡着。就在福宝乖乖等待时，通道的门开了，爱宝走了进来，福宝急忙跑了过去。福宝抱着妈妈，表达着自己对妈妈的思念。福宝紧紧跟在爱宝后面，生怕妈妈再次离开。但事情并不会如福宝所想，当这次见面后，福宝和爱宝便会完全分开，开始他们的独立生活。虽然还是同样的场地，但总是爱宝离开后，福宝才会来。每次福宝进门时，都会停下脚步，寻找妈妈的气味。而江爷爷看着福宝和爱宝这个样子，经常会一个人躲在角落伤心难过，有时也会控制不住眼角的泪水。